破相而入道，无我而见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12期。我们每天睁开眼，就活在一场五欲的盛宴里。手机荧幕闪烁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影像，音乐平台播放着让人沉醉的旋律，咖啡店的香气挑动着味蕾。走在街上，五颜六色的看板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热络的人生。我们彷佛在享受一切，却又总觉得心里空空的，焦躁不安，疲惫，好像一直在追，却永远追不到真正的满足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人越活，欲望越多，明明得到了，却依然不快乐？佛陀早已洞察了这个问题的根源。他指出，我们的苦来自于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执着，这些就是我们身心每天感知到的外境，也就是佛法中说的五欲六尘。而一切的贪嗔痴、烦恼与轮回，正是从对这些感官境界的注入开始。《金刚经》中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涵深远的话：菩萨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不施。这不只是修行人的标准，更是我们每个凡夫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解脱的起点。因为不住的当下，才是清明自在的开始放下的瞬间，才能真正触碰内在的宁静与欢喜。今天让我们回到佛陀的智慧之源，一起探讨何谓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又该如何在纷扰的日常中不被五欲所困，活出真正的自在与安稳。这不是远离尘世的空谈，而是佛陀留给我们面对烦恼的实用法门。我们常听佛经中提到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听起来抽象，但实际上它们就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感官世界。所谓色，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形色，美丽的风景，动人的脸庞，华丽的服饰声，是耳朵听到的声音，如音乐赞美争吵批评香，是鼻子闻到的气味，如食物的香气香水的味道味，是舌头尝到的味道，咸甜苦辣皆属于此处，是身体接触到的感觉，冷热软硬舒服与不舒服的触感而法，则指的是我们意识中产生的思想观念、记忆、想象等一切心理活动。这6种感官经验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认知，也正是佛法中所说的六尘。佛陀指出，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六尘的境界产生住着，才让烦恼不断升起。为什么色声香味触法会变成障碍呢？关键在于我们不是单纯的接触它们，而是对它们产生了贪着、排斥、分别与执取。比如我们看到美丽的东西，心生欢喜，想要拥有它；听到赞美的话语，便想再次获得同样的肯定；吃到好吃的食物，就想不断的吃，甚至无法节制。这些感官经验原本是中性的，但一旦我们在心中住上去了，也就是开始依恋、追求、计较，就会被其所绑所困，内心开始起波动，外境就能牵动我们的情绪与行为。这正是增益阿含经所说，五欲为牢狱，智者应宿舍。佛陀并不反对我们感受这个世界，而是提醒我们要如实之见，也就是清楚知道这些感官的境界只是因缘和合的幻象，是无常的、不可靠的，不应该把它们当作实体的快乐来源。就像《楞严经》中所说，若能转境，即同如来；若被境转，即同众生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关照境界而不被牵引，就和佛无异反之。若被色声香味触法转动了心念，那我们仍然是在轮回中的众生，无法超脱。在现代生活中，这些境界无所不在。手机荧幕上的一张美图，一段让人沉迷的音乐，一条精致的甜品广告，一句赞美或批评的留言，都可能让我们心念波动。当我们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，就会陷入欲的欲空的恶性循环，越想满足，越是觉得不够。正如法句经所说，人为爱所缚，流转于生死。我们内心的渴望，正是生死轮回的根源。不仅如此，对五欲的执着还会遮蔽我们的智慧，使我们无法看见真相。当我们心中只有追求感官快乐的欲望时，就很难升起慈悲、宽容、忍辱、智慧这些清净的心性。一个被五欲蒙蔽的人，往往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不会考虑他人的痛苦与需要，也就离菩萨道越来越远。
因此佛陀教我们要关照色声香味触法的本质，明白它们只是因缘短暂的聚合体，不是真实的我，也不是永恒的快乐之源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我们能够看破这些相的虚妄性，心自然就不会执着，也就不会被他们所困扰。总结来说，色声香味触法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内心的著着与执取。佛陀不是要我们逃避感官世界，而是教我们以清明的智慧去关照，学会在境界中不动心，在五欲中不迷失，这样我们才能从日常生活中真正开始修行，从烦恼中走向自在，从染着中走向清净。这也是菩萨行中不住相布施的深意所在。所谓不住，是佛法中极为关键的一个修行核心。这两个字看似简单，却蕴藏着解脱生死、超越烦恼的根本关键。金刚经说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无所住，也就是不住相。那么什么是住？为何不住能让我们解脱？又该如何在生活中真正做到不住呢？所谓住，就是心依附在某个境界上，执着不放。当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画面，心中升起贪爱，听到一句批评，心中立刻起烦恼，回想某段往事，就陷入悲伤后悔。这些情况都是心有所住的表现。心一住上去了，就像被胶水粘住一样，很难移动，也很难清明。正因为住，我们无法看清事物的真相，也无法保持内心的自在与平静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住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感官世界上，就会被欲望所牵引，轮回不已，永无出期。相对的，不住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而是心虽接触一切，却不粘着，不执取。举个例子，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来什么就照什么，照过之后不留痕迹。而我们现在的心则像抹了胶水的镜子，什么东西一来就粘上去了，愈粘愈多，最后整面镜子都模糊不清了。修行的过程就是让这面镜子恢复本来的清明，而不住正是清净的开始。不住其实不是放弃世界，而是用不同的方式面对世界。菩萨依然行走在尘世之中，接触色声香味触法，行布施修六度度众生，但心却无所执着。这正是不住相布施的实践。若我们一边行善，一边又在意自己做了多少好事，想着是否会得到回报，那就是助功德相若帮人之后，希望对方感恩称赞自己，那是助人相若总是认为我在修行，我是修行人，那是助我相。这些微细的住相，正是修行中最难察觉但又最容易陷入的障碍。佛陀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意思是说，真正的菩萨行必须是超越相的，也就是无住。而做到不住，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般若智慧，一种看透万法空性、不为境界所动的智慧。只有智慧之眼打开了，才能从根本上断除执着，才不会落入形式上的修行，却内心仍然住在我慢与贪求之中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不住可以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觉察的练习。比如，当我们被批评时，是立刻反驳，还是先觉察内心的波动？当我们获得成就时，是沾沾自喜，还是保持谦卑与平常心？当我们经历痛苦时，是被情绪吞没，还是能安住当下，关照自心？这些日常的练习，都是在走向不住的修行之路。六祖坛经有言，外离相未缠，内不乱未定。当我们的心不再被色相牵引，就是禅；当内心不被情绪波动左右，就是定。这里的关键就是不住，不住色相，不住情绪，不住功德，不住成败。因为所有的相都是因缘和无常变化的，一旦心住在其中，就注定要随它起伏轮回不止。唯有不住，才能解脱。总结来说，不住不是远离尘世，而是让我们在尘世中不迷失，不是不感受生命，而是在一切感受中不执着。当我们练习不住，
就开始学会与世界保持清醒的距离，开始学会放下那些让我们痛苦的执念与妄想。这是佛陀给我们最珍贵的心法，也是通往真正自在与解脱的大门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当我们的心无所住时，当下就是清净自在无碍的菩提道。很多人会问，菩萨可以做到不住，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觉悟了，有大智慧。我们凡夫每天在俗世中挣扎，真的有可能做到不住吗？这样的疑问非常真实，也正是每个修行人内心曾经挣扎过的过程。事实上，佛陀在经中并不是要我们一开始就像菩萨一样完全做到不住，而是要我们从了解菩萨为何能不住，再慢慢学习在自己的境界中一步步放下执着，修出清净心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菩萨之所以能不住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接触五欲六尘，而是因为他们用智慧关照这些境界，知道他们都是短暂变化、虚妄不实的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菩萨之所以能行于人群，不染尘世，正是因为他们心中透彻了解万法皆空，不会把这些感官的快乐情感的刺激当作永恒真实来执取。这种透视真相的智慧就是般若。菩萨的第二个力量来自大悲心，他们不是为自己在修行，而是发愿度一切众生。当他们面对色声香味触法时，他们不是陷入其中，而是以慈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。众生因为执着于色相而痛苦，因为贪求声音气味情感而流转轮回。正因为明白这些，菩萨不但自己不执着，还用慈悲心去引导众生脱离苦海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不住是来自于智慧与慈悲的结合。那么，我们凡夫能不能做到不住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我们不是圣者，但不住其实是一个可以逐步练习的目标，不是非要一蹴而就。佛法从来不是要我们马上变成完美的人，而是要我们开始觉察自己是如何住在色相上的，再从这个觉察中慢慢松开放下。比如，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小地方开始练习。当我们在意别人的眼光时，提醒自己生相无常，不可得；当我们沉迷于物质时，关照色法无实，皆因缘和合。这就是在修不住了。楞严经中说，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；若被物转，即是凡夫。我们与菩萨的差别不在于外境，而在于内心的选择，是被外境牵着走，还是能转境不迷。不住不是从此对世界冷漠，而是以清明自在的心来面对人生的起伏与各种感官境界。当我们能够在喜悦中不忘本心，在痛苦中不被淹没，那就是不住的开始。此外，佛法中还有很多修行法门能帮助我们修习不住。例如，念佛就是用一句佛号来集中心念，不被六尘搅扰止观，就是让我们学会观察内心的起伏，而不马上跟随情绪走持戒，是让我们在行为上少造因果干扰，使心保持清明。而布施则是训练我们放下对拥有的执着，学会不求回报的给予。这些法门看似简单，其实每一步都在教我们走向不住。再进一步说，不住并不是什么都不理，而是一种积极的清醒。我们仍然照顾家庭，努力工作，与人互动，但不再把这些当成我执的延伸，不再把名利成败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，而是把这些都当成修行的资粮度众的因缘。这种带着觉知去生活的态度，就是现代人修行中最实用的不住法门。最后，我们要相信，佛陀不是只为菩萨说法，也不是只为出家人而说经，他的教法是为所有众生开始解脱之道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潜力做到不住，只要愿意开始觉察练习放下。就像《法华经》所说，我亦为世尊，诸佛之所教，今当自知觉，不久当成佛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条由住转向不住的路上，一步步走向清净自在，开启属于自己的菩萨之路。色声香味触法从来不曾离开我们的生活，它们是我们每日所见所闻所触所想的全部，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媒介。然而，
佛陀并未叫我们逃避这一切，也未要求我们摒弃人间的情感与感官，而是引导我们认清，真正束缚我们的不是这些境界本身，而是我们的执着与著着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示，若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便能如实修行，心不染净，行而无碍。在修行的路上，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开外在的刺激，也无需否定内在的情绪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亲民的方式去面对它们。当我们懂得关照自己的心，觉察贪著的起点，就已经在不住的修行中了。正是这一念转变，使我们从被牵着走的凡夫，转为能转进的行者，从轮回之中沉沦的众生，转向光明觉醒的道路。愿我们每一位修行人，皆能在色声香味触法中炼心不染，在人间百态中守住清净，在尘世繁华中不失本性。让我们从此刻起，学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在不住中得自在，在布施中修福慧，在万境中现真如。愿将此修行之心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共证菩提，同登彼岸。你是否也曾诵过无数次《金刚经》，却仍觉内心烦恼如旧？你是否也曾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经文前驻足，却不知该如何实践？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揭示这句佛陀亲口所说的究竟之语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到底该怎么做？为什么光念没用？真正的修行不只是口诵经文，而是把经文活出来。佛陀只用一句话就教会我们如何在人生中真正自在放下解脱。这句话或许会改变你对整部《金刚经》的理解。记得锁定下一集，让我们一起听懂佛陀的智慧，用一生去实践这句最重要的开示。